肩部不动。肩部不动。对，然后用这边发力，左右动就可以了。你有一种那种脑子有点疼的感觉。当飞机越过天山山脉，你可以清晰地看见它将新疆一分为二。同样清晰可见的是5条巨大的山脉扭结而成的群山之结，那里被称为帕米尔高原。但当高度缓缓下降，有一片绿洲在荒漠上让人眼前一亮，那里就是我们此生第一次进疆的第一站。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喀什。今天这身装扮是迪丽冷吧？古力浙詹。它是张骞笔下西域36国之一的疏勒国，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喀什噶尔，也是玄奘翻越了葱岭后抵达的故土。人们常说不到喀什不算来了新疆，那怀揣着这些对远行者们故事的想象，我们来到了这片满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土地。你想打屁股吗？啊，我现在就可以打呀。哼，我可以打很多屁股。能播？能播，而且可以拍4K 120帧。如果你现在在社媒上搜喀什，扬屁股的画面你应该是逃不掉的，甚至在古城里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冰箱贴。但这只是大家和我的恶趣味罢了，喀什当然不止于此。那如果说我们之前拍的敦煌是西出阳关的最后一站，那喀什就是踏进广义上东土的第一站。它身处南疆的腹地，是通往中亚、南亚和东亚的十字路口。2000年来，丝绸香料、马匹手艺在这里交换，情侣的商人来来往往。1000人个心中有1000个喀什，而至于我对喀什的第一印象，则是羊屁股出现的大巴扎。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牛羊大巴扎。哇天哪，这个人流量！哇塞，给大家看看，这已经是过完国庆之后的人流量哦。我这个急所得了。所以大巴扎应该是市场的意思吗？就是你赶过集吗？小时候？没有，我理解的集就是数学里面集合的集。啊，对，大家集合卖点东西啊什么的。北京小时候都有，就是那种早市我们叫。然后一杯。大巴扎的热闹往往能持续一整天，因为这是一场每隔7天才会举行一次的盛大狂欢。而除了热闹以外，商品本身最大的特点就是大，XXL 的那种大。哇塞500一串，500还行，我觉得。哇，这红枣这么大，晒干了还有这么大，那它没晒干之前这么大，跟苹果一样大了。哇，还有大玫瑰。这在烤什么？熏鱼。这吃一天不用吃东西。这个市场牛羊大巴扎，它最精华在哪儿吗？在这个大。这边人嗓门也很大。哇，你看那个手抓饭这锅有多大？太香了，我操！太多了。好，称一下吧。3块7。3块7。这么3块7，我靠，这也太便宜了！我刚还说那一大串太贵了，早知道我多拿点了。我感觉我刚刚捡了串葡萄。请把你们城市点这么一串大腰子的价格打在公屏上。北京的话应该要20多吧。好吃。3块钱一个。3块钱一个。朋友们来喀什第一点就是不要在酒店吃早点。是的。真的。穿过那些卖抓饭、烤包子、烤肉串的摊位后，才是真正的交易场所。虽然现场弥漫着些不可言说的气味，买卖吆喝，牲口嘶鸣，尘土飞扬，羊毛满天，但看到那些精明老练的买卖双方，看哑口捏标的原始又直接的交易方式，才是看大巴扎最生机勃勃的环节。南疆不愧是人文摄影的天堂，我跟你说，就在这儿，我觉得老法师的数量快跟牧民们差不多了。而且我还看到好多老外的那种人文摄影师，我觉得这儿的所有的牧民都已经完全习惯被拍了。这是老法师的天堂，羊羔的地狱。我靠！卖牛的好像最多哈。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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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牛腿包围了。陶喆嘛。哦哦啊啊！哈，他们的屁股真的好短短啊，太搞笑了！我可以摸到了，都摸到了，太好笑了！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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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哎，你看到他们啊？你观察宝宝，他们在交易的时候，他们会用这种暗语，这种手语。你看，他就这样，然后他会多少钱，可以用手去还价，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的真正的交易金额才不会被旁边的人知道。他们就不能这么说话吗？那不行，那不地道。大家学过经济学的一定都懂，其实就是有一个租的概念。比如说10块钱我也卖，20我也卖，但其中的10块钱差价就是租。手语的这个感觉，就是在控制这个租的金额。我这也都是听薛尔峰老师的课学的啊，大家也可以去听听。对于我这种失眠的文科生特别友好。无声的较量中，是属于他们的生活与智慧。当然，即使你不买羊，也可以尝试一把握手一家大法。买一个吧，多少钱啊，老板？150。150。便宜点，60。啊？你小点声。啊，60。要不行，学一整拿不来一种劳动。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交了。交个朋友。交了。130。哎，你可能。打一边怎么打2折？哎呀，腿不行了。多少钱？80，花3张。78。75。OK。好。给钱。开价150，我75拿的。然后你们现在不要给我淘宝，我不想看到淘宝价格。就弹幕上都是我30就买了。有一句维族谚语。逛巴扎就是逛世界，他们自有一套不急于成交的生活哲学，更在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情感的延续。这种粗粝与鲜活是喀什灵魂的缩影。网上这个尺寸大小的，这个手鼓就卖75。陆老师真的砍价有点东西的。对不对？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一下想买灵鼓的人，买了并不代表你会打。苗儿这几个动作也是跟维族姑娘现学现卖的。欢迎大家来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你觉得他跳的怎么样？很好看，真的有舞蹈功底，跳的比我还好。啊，你真的？你怎么那么懂人情世故？那你教我跳跳吧。动头我从小就教，我就学不会。肩部不动。肩部不动。对，然后用这边发力。对。用这儿发力。对。你就左右动，左右动就可以了。但是你脖子不要往前撑。你有一种那种脑子有点疼的感觉。你们教男生女生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吧。就是女生是2个手放在胸上。我们这样子。对，男生是1个手。1个手。对。好优雅呀！记得给我们点赞收藏。没有关注吗？这不得关注吗？喀什的老城区足以满足你对异域的一切想象。迷宫蛛网一样错综复杂的街巷是绵延了数个世纪的形态，用泥巴和杨木搭建而成的泥墙土屋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也构成了整个老城统一的赭黄色调。其实大家看这个走在喀什古城的主干道里边，会觉得还挺商业的了。纯商业，不是挺商业。纯商业。第一感受还是有一点小失望，但如果大家随意的拐进一个小巷里的时候，就会发现能够解锁喀什的另一个风貌啊。随便，大家就往那边看，小巷子里还是很漂亮的，就没有那么的商业了。我觉得这一点还挺神奇的，因为其实还是有几万的原始居民生活在这儿。喀什古城还有一个事儿比较有意思啊，就是他们的地砖。那不仅是实用的道路载体，他们在这儿还有导航的功能。比如说六角形的地砖象征着四通八达，那箭头形的地砖呢是告诉你这条路可以走，那横向的平铺砖则提示你此路不通。当然除了地砖以外，每个家的门开的方式也是大有说法。这个门的开法是有讲究，你看这个了吗？半扇门开着，你知道代表什么吗？代表只有女主人在家。两扇门都开着，代表男主人在家。如果拉了一个帘儿，代表有客人。那关门呢？关门都不在家。那这个说法是为了就是
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大家可以弹幕评论补充。到现在还一直保留吗？对啊，你看现在就是这样。巴扎里传来叮当作响的声音，空气中的香料与烤馕的香味弥漫。擦肩而过的孩子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听不懂却极富韵律的维语，建筑上繁复的几何纹样，人们深邃的五官，姑娘身上飘逸绚丽的爱德莱丝绸，都好像在提醒，历史和文化在这里不仅是被观赏，而是正在发生。我不是，给我整会了。好了，你不要紧张。你是维吾尔吗？嗯，维吾尔。维吾尔。维吾尔一样。我像吗？像。真的？啊！我娶了一个维吾尔姑娘，太漂亮了！哎呦，谢谢。我要开心好几天了。难道是说我像迪丽热巴？你是迪丽冷巴，你？我是迪丽冷巴和迪丽冷七，你是？我是迪丽冷七和古力这扎。大家以后请亲切地称我为这扎。哦，帽子掉了，完了，完了，遭报应了。哎呦，完了。72小时的南疆自驾，我们所到之处不过是轻轻地擦过了帕米尔高原的边缘。我却很高兴，喀什能够成为老去后也许无数个关于新疆回忆的坐标原点。这里的空气中干燥而丰富的香味，迷巷中看不尽的细节，热烈的直抵灵魂的音乐与舞蹈，荒凉与繁华的反差，让我预感我还会一次次的重回新疆，因为曾有个最远的地方，给了我追逐的答案，也给了我从容和自由。喀什，为你千千万万遍。